解放军陆航部队又传来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新照片，大批直升机遮天蔽日起飞的场景可谓震撼人心。一起来看看具体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进入2022年1月份，解放军在西藏的某陆航旅进行了一次意义非凡的陆军航空兵部队直升机起飞演练。从中国军网爆出的照片中可知，有14架解放军直升机同频起飞。可以说，这种大规模训练场面在西藏地区确实是比较少见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陆军航空兵这几年那发展速度真的是突飞猛进，实力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的陆军航空兵与二战时期的陆军航空兵有着明显的区别。现代的陆军航空兵是以直升机、无人机等飞机作为主战力量的陆军部队，具有强大的运输能力、对地攻击能力以及精确打击能力，是陆军全纵深机动的主要作战力量，也是陆军机动能力最强的技术性兵种，是现代战场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1991年海湾战争中，见识到美国陆航部队出众的表现之后，世界上的不少国家都纷纷设立了陆军航空兵这一兵种。我军是在1985年确定组建陆军航空兵的，1988年正式在北京建立第一支陆军航空兵部队。陆航成立之初都是从空军手里接收装备，包括此前仿制的苏联直五，以及从美国购买的黑鹰、法国的小羚羊直升机等。当时中国陆航最缺乏的就是先进直升机，只能装备己方仿制的落后直升机和从西方购买的直升机。1989年开始，西方敌视中国，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后，中国只能自力更生，研发先进的军用直升机，这为后来的国产直20和直10提供了契机。解放军一开始的陆军航空兵编制乃是陆航团，2010年后，随着新一轮的军改，目前陆航团已经改编成了旅级建制单位。2008年，整个陆军拥有10个飞行团，共计500多架直升机。后续，解放军继续加强军事改革和国产武器研发、生产工作。随着5直10、直19、直8系列直升机先后问世，到2016年，解放军陆航旅的直升机总数已经突破了1000架。从2016年开始，直20通用直升机问世，加上国产直升机航空发动机的性能、可靠性被大幅的提升，产能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同时，中国也向俄罗斯购买了121架先进的米171直升机。截止目前，中国陆军共下辖13个陆航旅，平均每个战区陆军集团军下辖1个陆航旅，每个陆航旅一般下辖4个运输直升机营和2到3个武装直升机营。一个运输直升机营的规模为12至16架运输直升机，一个武装直升机营的规模则为12架直10、直19武装直升机。经过估算，现在解放军陆军航空兵部队装备的直升机总量超过1500多架，其中武装直升机的数量在400至500架之间。如此规模在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从2008年的500架到现在的1500架，解放军直升机的爆兵速度足足增加了300%。而此次军媒报道的则是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可能是某集团军直属的陆航部队。此地面临的对手就是印度军队。为了对抗解放军的戍边部队，印度向边境地区派遣了100多架直升机进行部署。同时，从2015年起，印度向美国订购了22架阿帕奇重型武装直升机。这些直升机全部由印度空军指挥，可怜的印度陆航部队只能装备运输直升机。与之相比的是，解放军在西部战区也拥有4支可以随时机动的航空旅，分别是新疆、西藏军区下辖的航空旅和西部战区陆军集团军下辖的2个航空旅。理论上共下辖8至12个武装直升机营，96至144架武装直升机，12个运输直升机营，144至192架运输直升机，总数大概在240至336架之间。在中印边境地区可谓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陆航力量，数量上对印军的直升机有着碾压优势。
如果在战时，解放军可以短时间内使用陆航旅的武装直升机对地面的印度装甲部队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同时使用专门研发的空导弹肃清印度空军的武装直升机，而陆航旅下辖的运输直升机营则可以将大批解放军步兵在武直的掩护下向敌方重要的战略目标和交通枢纽投送。毕竟中印边境地区多山路窄，空中机动力量远非地面机械化装备可比。将来这些陆航部队就是陆军部队的战力倍增器，谁拥有更多的空中力量，对于战争的决胜把握就越大。虽然陆航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和美国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人家陆军数量比解放军少多了，但是直升机是解放军的数倍之多，因此解放军的陆航部队发展还是任重而道远的。